被美西方联手制裁，俄罗斯凭什么越打越富？今年1月17号，俄罗斯召开新年政府工作会议，会议之上，捷报频传，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宣布，2023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超过 3.5%。要知道，同期之下，美国全年 GDP 增率仅有 2.5%， 全球平均增率不过 3%。而俄罗斯如今还处在战乱之中，却不仅没有经济下滑，反而超过美国和绝大多数处在和平环境下的国家，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实在让人感到惊诧不已。但鲜有人知道，在俄罗斯表面的繁荣背后，内部实际上正面临着2大危机。俄罗斯经济凭什么能够逆势增长？很显然，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俄罗斯如今的这番局面必然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隐藏在其中。而综合这1年多以来的各方消息来看，这个秘密恰恰与正在进行的这场俄乌战争息息相关。2023年12月28号，俄罗斯财政部公布了2023年的俄联邦预算支出，32.2万亿卢布的数字远超此前计划中的29.06万亿卢布。巧合的是，这多出来的一部分刚好约等于现在俄罗斯 GDP 总量的 2%， 即俄罗斯2023年国内经济增长总额的 57%。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部分的经济增长几乎可以算是俄罗斯政府拿真金白银买过来的。那么俄罗斯政府花了这么一大笔钱，到底买了什么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消息，2023年俄罗斯国防开支达到了 6.4 万亿卢布，国家安全和执法支出则达到了3万亿卢布，两者累积起来比原先计划的开支恰好多出了3万亿卢布，基本等同于俄罗斯2023年预算支出超出的那一部分。因此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俄罗斯这所谓的经济增长不过就是军费膨胀所带来的赤字繁荣罢了。政府利用财政赤字的增加作为代价带动经济发展无可厚非，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实际上都曾采用过类似的政策。但经济学界强调，利用赤字筹措的资金必须要用在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项目之上，可俄罗斯却把赤字资金用在了战争当中，用来购买炮弹，这并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所以说难听点，俄罗斯的这种行为就是将钱撒在了空气当中，表面上洋溢着幸福繁荣的气氛，但实际上却填不饱俄罗斯民众饥饿的钱包。其实在历史上，与俄罗斯有类似遭遇的国家并不罕见，最典型的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即我们所熟知的纳粹德国。彼时一战战败，德国国内经济一片萧条。1934年8月，小胡子上台以后，为了迅速挽救糟糕的经济情况，他下令德国开始疯狂发展军工行业，随即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德国国内的失业率从 30% 降到了惊人的 0.95%。但与之相对的，不断膨胀的军事力量也让德国逐渐开始骑虎难下。如果不能从战争当中攫取到足够的利益，那么这些暂时的繁荣就会在未来变成更加沉重的债务。于是后来的故事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可能有人会认为德国是败给了莫斯科的寒冬，但实际上只要走上了战争这条路，就注定了德国必然会失败，唯一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只有时间地点的不同罢了。所以这也告诫着我们，战争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问题来了，难道俄罗斯看不到这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着的危险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俄罗斯当然知道，但知道又能如何呢？在2023年初的时候，俄罗斯政府就已经开始刻意的控制军费开支，结果到了年中，一起瓦格纳叛乱差点将俄罗斯撑垮台。虽然明面上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给出发动叛乱的理由是俄军高层策划袭击瓦格纳的后方营地，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一切全是钱闹的。2023年6月28号，继瓦格纳叛乱发生1周以后，普京签署总统令，从10月1号开始，俄罗斯军队全体涨薪 10.5%。如此微妙的时间间隔，真的很难说两者之间完全没有牵连。所以不是现在的俄罗斯好面子，故意不去控制军费开支，而是一旦轻举妄动，可能产生的后果，俄罗斯更加难以承受罢了。战争不仅成为普京政府的统治基础，而且也成为了俄罗斯经济的重要基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亚速营指挥官普罗科彭科曾直言不讳地这样表示道，虽然前半段话带有很深厚的个人情绪，但他的后半段话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资料显示，同样在2023年1年，俄罗斯政府支出仅仅只有日本年度一般会计支出的一半，但国防开支却达到了日本防卫费用的 1.5 倍。而前不久，俄罗斯公布的2024年度财政预算当中，国防预算更是直接提升到了 10.8 万亿卢布，增幅达到了惊人的 70%， 占据国家预算总额的 30%， 与 GDP 的比值直接达到了苏联解体以来的最高值。由此不难看出，高昂的军费已然成为了俄罗斯内部的沉重负担。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的钱，成为现在俄罗斯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第一个危机。军费开支可能跟普通老百姓看似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可飞涨的物价确实足以让许多俄罗斯民众恐慌不已的现实。以鸡蛋为例，在2023年6月的时候，俄罗斯境内鸡蛋价格大概在70卢布，折合人民币5元左右。而到了今年1月，鸡蛋的价格已然突破200卢比，折合人民币16元。短短半年的时间，鸡蛋的价格就翻了3倍，这显然不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该出现的情况。鸡蛋只是一个缩影，与之类似的情况几乎遍布俄罗斯国内超市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也足以说明俄罗斯所谓的 GDP 增长完全就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罢了。如今乌克兰在长期的反攻行动屡屡受挫以后，逐渐开始收缩，与之相对的则是俄罗斯方面捷报频传。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是不是俄罗斯即将取得战争胜利的预兆，但事实上此时就下定论尚且为时过早。回顾过去2年的俄乌冲突，战争发展到今天，实际上早已变成了一场消耗战、国力战。要从战争上一决雌雄，不管是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罢，现在似乎都没有这个能力实现。因此，谁能在这场战争中撑得更久，或许谁才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与有整个美西方支持的乌克兰相比，俄罗斯实在没有太多的优势可言。所以，不管是没钱还是物价飞涨，现在都是能够要俄罗斯命的稻草。看似只是2个小危机，但一旦蝴蝶扇动翅膀，后果将彻底难以预料。在过去的2023年里，为了解决2个危机，俄罗斯政府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为了弥补财政的缺口，俄罗斯就对自家的老人下了狠手。曾经，俄罗斯政府为了补贴养老金的缺口，专门设立了一个国家福利基金账户，每年从石油收入里抽取一部分汇入其中。2022年底，这个基金账户余额大概为13.5万亿卢布左右，但到了2023年底，这个账户就只剩下了9万亿卢布。很显然，这笔俄罗斯人的养老钱就是被政府挪作了他用。据专家分析，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继续消耗下去，最快到2025年，这个基金账户就会被彻底清空。除了啃老之外，今年冬天俄罗斯各地也陆续出现了供暖困难的情况，究其原因，基本都和供暖设备年久失修密不可分。在往年，这部分费用都是由政府掏腰包，可如今冬天都快要过完，政府却依旧没有采取行动，足以见得俄罗斯政府财政的严峻情况。如果缺钱的问题还能够东拼西凑勉强度日，但物价上涨的问题，俄罗斯政府就是真的束手无策了。毕竟，纵使俄罗斯再强大，也不可能所有东西都能做到自给自足。而如今在美西方的联手制裁之下，俄罗斯已经被排除在全球市场的外围，自然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他国来弥补自身制造业的短缺。俄罗斯政府唯一能做的只有给民众不断涨工资，但这也显然并非长久之计，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完全是在饮鸩止渴。那么问题来了，难道俄罗斯真的没救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俄罗斯遭受了美西方的全面围堵，于是转而与中国的关系再上一层楼。去年年底，俄罗斯突然公开宣布将海参崴向中国开放。要知道，在过去，由于历史的缘故，俄罗斯一直对中国在相关问题上提防有加。而如今俄罗斯却主动做出让步，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真诚打动了俄罗斯，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俄罗斯需要中国来帮助恢复国内经济，从而缓解财政方面的压力。除此之外，与专精于重工业的俄罗斯不同，中国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一直注重全方位的均衡发展。因此，对于现在急需各种商品的俄罗斯来说，中国创造就是最好的选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中俄两国虽然并没有建立军事同盟，但双方的友谊已经形成了一种更加强大和值得信赖的联系。1991年，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宣告结束。然而，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许多国家没有走出冷战思维的围困当中。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但事实证明，世界并不是只有战争与仇恨的。无论来自何地，拥有何种信仰，说着怎样的语言，没有人会不渴望幸福美满的生活。因此，和平才会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中俄两国现在已经给全世界做出了表率，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国家摒弃彼此的成见，团结在一起。即使战争或将永绝于人间，我们也不需要纠结打仗到底会变穷还是会变富，因为明天永远要胜于今天。